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环状涂色问题当中的相连不同色问题。那这个问题的基本题型呢，蛮常出现在各大的参考书当中的。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用5种不同的颜色涂釉涂的4个区域，那规定相邻的区域不同色，请问有几种涂法？那同学，我们知道涂色问题是这样，你最好是先把这些区域呢，通通给它一些名称之后，那我们按照顺序来涂。比如说呢，我先用顺时针的顺序呢，叫这4块区域叫做 A、B、C、D。所以呢，等一下呢，我的涂的策略呢，看起来我们可以从 A 涂到 B， 再涂到 C， 再涂到 D。那一路呢，我们遵守着相邻不同色的一个规定。所以呢，我现在总共有5个颜色，所以呢 A 去涂 A 的时候呢，就有5种涂法。那 A 一旦涂定之后呢，再涂 B 的时候就剩下4种涂法。那在涂 C 的时候呢，因为 B 呢这个颜色也确定，所以呢少一个颜色，一样呢我们剩下4种涂法。但是呢，最后呢你在涂到 D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 D 呢可能会因为 C 这一块跟 A 同色，或 C 这一块跟A 异色，而会有不同的涂法。好，比如说呢，今天呢，如果呢 A 跟 C在我们前面这个5乘4乘4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是 A、C 是同色，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D 呢就是有4种方法可以涂。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呢在涂的过程当中，你是产生了 AC 异色的情形啊，那这时候你再涂 D 呢，我们就变成说，必须要3种涂法。所以呢，我们其实不可以这样子，不去讨论，就一路这样子沉下去哦，这样子是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必须要分类讨论啊，必须要分类讨论。讨论呢，在涂的过程当中是 AC 同色，或是 AC 异色，这2种 case 啊，这2个 case 呢是互斥的。那我们涂的顺序呢，我们就让它变成 A 涂到 C， 再涂到 B， 再涂到 D。好，所以呢，如果是 AC 同色的话呢 ，A 5种涂法 ，C 必须要跟它涂同色，所以是1种涂法。那比如说像这样，好，这时候呢，AC 就同色了。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呢，我在涂 B 的时候呢，那它的周围只有1种颜色，所以 B 就是4种涂法。那 D 也是一样，它的周围的区域只有1种颜色，所以一样是4种涂法。那它是4个颜色都要涂，所以我们用乘法原理，统统把它乘起来。所以呢，在 AC 同色这个 case 当中，总共有80种涂法。那如果是 AC 异色的话，像这样。如果 AC 呢本身就是不同颜色的话，这时候一开始呢 A 有5种涂法，你在涂 C 的时候呢是有4种涂法，因为它不能跟它同颜色哦。那可是呢，最后在涂 B 跟 D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的周围呢都已经有2个颜色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呢B 跟 D 都各只有3种颜色可以涂。那这个 case 呢算出来是180，那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一个这个4块区域这个环状涂色4块区域相连不同色的涂法，就是80再加上180是等于260。好，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环状涂色问题。但是呢，当我们这个环状涂的区域呢再更复杂一点的话，那你会发现呢，我们如果是单纯是用讨论的话，就会非常非常辛苦了。所以呢，这边老师要介绍另外一个好用的公式，可以专门处理这种环状涂色相连不同色的问题。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比如说呢，下面的这个图呢是一个8个区域，然后呢我们要用3个不同的颜色来涂它，那一样满足呢相邻区域不同色。那我们的公式是这样。好，我们的公式呢就是呢，我们拿颜色减1，然后呢取这个区域的次方，再去加上颜色减1，再去乘上-1的区域的次方。好，这是我们的公式。好，那我们带一下，如果是以这一题来说，那就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我们的颜色是3种3减1，然后有8个区域的3减1的8次方，再加上3减1，然后呢乘上-1的8次方。那前面呢可以得到2的8次方，就是256。那后面的话是2再去乘上-1的8次方是1所以呢，在这个 case 来说，我们最后的涂的方法数呢就是258种。好，那底下呢，老师将用2种的方式来证明呢，为什么我们的公式呢是长这样子的。就来用第一种方式来证明这个公式。
好，现在假设呢，我们把问题一般化，用 k 种不同颜色去涂右图的这个 n 个区域，那一样满足相邻不同色。那请问呢，有几种涂法？那同学呢，首先我们先把这个 n 个区域把它编号，叫做大 A1、大 A2，然后呢大 A3，然后一路呢到这个大 AN-1，然后大 AN。那我们现在规定呢，小 AN。把它视为一个数列，它是呢 n 个区域，n 个区域，然后相邻不同色的方法数。但我们这边是在 k 个颜色之下。k 个颜色之下，n 个区域相邻不同色的方法数，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数列 an， 把它叫一个数列 an。那同学，现在呢，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设呢，我们从 A1 开始涂，那一路呢都遵守着下一块的颜色不可以跟前一块的颜色相同这个规定。那这时候我们的涂法有几种？那当然就是第一块是 k 种，之后呢每一块都是少一种嘛，就是变成 k 减1。那剩下的有 n 减1块，就是 n 减1次方。但我们知道呢，这样子的方法数呢，有可能导致呢 an 这一块的颜色跟 A1 相同。也有可能不相同，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就变成了两个 case 第一个 case 呢就是我们的最后这一块呢跟 A1 是同色的，第二个 case 呢是我们最后这一块呢跟 A1 是不同色的是不同色。好，那我们思考一下，如果说呢最后这一块呢跟 A1 是同色的话，那就像这样。好，这时候呢，同学，我们就想象呢，把这两块呢，把它合并起来，把它合并起来，合并成 n 减1块。因为你把合并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剩下的每一块也都遵守着规定，就是呢相邻不同色的规定。所以呢，其实呢，这个第一个 case 的方法数其实呢就是小 an 减1。那同理呢，你会发现，如果说这样子一路涂下去的过程当中，最后一块跟第一块的颜色不一样的时候，假设呢是像这样，第一块呢涂蓝色，然后涂到最后呢，最后一块呢刚好是黄色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呢，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要求的 an， 就是我们的一般项 an， 那就只分这两个 case 而已那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造出一个递回关系式，像是这样。那同学，这个递回关系式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呢把它找到一般式。那我先把这个缩小，然后把它整理一下。好，同学，那这边我们试着呢，从前几项开始写比如说呢，我们 k 再去乘上 k 减1，好，那这边就是这个 A2 再加上 A1，好，我们让这个后项的这个前项的这个数字呢，搭配 k 减1的这个次方数好，那同理呢 ，k 减1的平方就是 A3 加上 A2， 那 k 乘上 k 减1的3次方就是 A4 再加上 A3， 然后以此类推。好，那我们这些目的就是要把 an 一般项求出来所以我们最后一个式子呢，写这个 an 再加上 an 减1，我总共有 n 减1个式子，那前面就是 k 再去乘上 k 减1的 n 减1次方。好，同学。那现在呢，我要想办法只求 an 就好，所以我们采取一个策略策略就是我们每一个方程式隔一个方程式，我们就把它乘上一个负1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呢，第二个式子呢，我就把它左右乘上负1的1次方，所以它变成这个是负，这是负的。然后呢，再下一个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再乘一个负1，然后让它变号变成正的负1的平方，所以这两个都是正。好，那再往下呢，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这个式子呢，就是乘上一个负1的 n 减2次方，所以呢，这边呢就是挂一个负1的 n 减2次方，这边是一个负1的 n 减2次方 ，OK。好，你会发现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斜的这个做一个隔项的相消动作，都会一正一负。那消到最后呢，这个等号的右边就剩两项，第一个是负1的 n 减2次方，再乘上这个 an。那这个 A1 是什么？同学你要留意一下A 就是只有一块区域，然后相邻不同色。那你会发现呢，这个其实就是0，因为呢这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情形，所以它刚好是0。好，那等号左边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等比级数，然后是个等比级数，这个公比呢刚好就是负的
括号 k 减一，变成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左边可以套用等比级数的和呢来处理一下咯。左边是等比级数的和，我们来1减 r，1减 r1 再加上 k 减一然后呢，首项是多少？首项是 k 乘上 k 减一，那这边是1去减掉。好，我们这边有一个负的 k 减一，好，总共有 n 减一项所以是 n 减一次方放到这边。放这边。好，那我们先开始把该消的消一消，处理一下。这分母呢就剩下 k 嘛，然后再跟分子这个消掉，因为 k 不为0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k 减一呢，把它分配率把它乘到这两项里面。所以呢，左边的这两项就变成 k 减一。好，那右边的话，大家处理上稍微小心一点变成减掉这个负1的 n 减一次方，然后呢 k 减一的变成 n 次方等于负1的 n 减2次方再乘上 an。好，同学，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个负1的 n 减2次方把它除过去就好。那事实上负1的 n 减2次方就是负1的 n 次方了，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负1的 n 次方把它丢到左边去就可以好，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这个 k 减一。好，这个前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系数1去除以负1的 n 次方，那就会剩下负1的 n 次方。OK， 那后面的这一个的话呢，我们除过去之后呢，刚好是什么？刚好是这边原本是有 n 减一次方，对，去除以一个负1的 n 次方，那就剩下负1那负1再跟前面的负号负得正，所以呢变成加上呢 k 减一的 n 次方。同学，这个呢就是我的一般项，我的一般项呢的确就是什么？的确就是颜色减一的区域次方，再加上颜色减一去乘上负1的 n 次方，我们的公式就出来了。这是第一种公式的证明方法。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二种证明的方式。好，那一样是 k 种不同颜色图右图的 n 个区域相邻不同色。那这边一样呢，我们把这样子的 n 个区域相邻的不同色的方法数呢，叫做小 an。好，那一样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分别把它命名为大 A1、大 A2。点点点，好，涂到倒数第二块呢，叫做大 A n 减一，最后一块叫做大 A n。好，同学，那这个想法是这样我们这个的方法数小 a n 呢，它可以分成两个 case。那这两个 case 呢是互斥的第一个 case 呢，就是说我们涂到最后呢，第一块的颜色跟 n 减一块的颜色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 case。那第二个 case 呢，就是第一块的颜色呢跟第 n 减一块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二个 case。那我这边稍微做记录一下，这个是大 A1 等于大 AN 减一，这个是呢大 A1 不等于大 AN 减一。好，这时候呢这两个的颜色是相同或相异，就会影响大 AN 这一块怎么涂比如说呢，前面的第一个 case 呢，这个大 AN 这一块呢，我就变成有几种涂法，没有错，我就变成有 k 减一种涂法，因为呢全部 k 个颜色嘛，那我周围已经占了一个颜色了。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再想象的把这一块呢，把它抽出来。把这个 AN 这块区域呢，把它抽出来，然后把这两个相同颜色的区域呢，把它合并起来。那剩下的区域呢，就是剩下 n 减2个区域。那一样，它都遵守相邻不同色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它的方法数呢就是小 AN 减2那一样呢，第二个 case 呢一样，这一块呢大 AN 这一块它涂的方法数呢是 k 减2种方法数，因为它左右两边已经各涂了一个颜色，那你又要相邻不同色，对不对？好，那一样，你想象的把这一块把它抽出来之后，剩下就是 n 减一块，所以的方法数呢，就是小 a n 减一满足相邻不同色，就是这两个 case 呢，把它加起来。好，同学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二阶其次的一个线性递回关系式那我们就可以用找特征根的方式呢来处理它。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试着找一下它的特征根。好，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转化一下直接下来。好，转化一下呢，就是呢，让这个an 呢变成 x 平方，然后等于什么？等于 k 减一。好，这一项呢变成常数1，然后呢后面这一项呢变成一个一次项 x。好，那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二次式x 平方减掉 k 减2。x 再减掉 k 减一等于0，那它很明显有两个根，就是负1跟 k 减一。那同学可以自行用韦达定理去测试一下，的确就是这两根。那代表说什么呢？代表说呢，我们的 an 的一般项它一定是长得像负1的 n 次方
再搭配一个常数阿尔法，再加上呢 k 减1的 n 次方，再搭配一个常数贝塔。好，那最后呢，你只要把前面2个起始项的值嘛确定之后，阿尔法、贝塔也都可以算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把它算完。那这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A1。如果说只有1块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一般项带进去，可以发现呢，就是负阿尔法再加上贝塔再乘上这个 k 减1。好，这边我把它写下来一点。好，那同学，我们知道呢，如果只有1块的话，是不可能相邻不同色的哦，所以呢，这个的值就是0。那如果是 A2 的话，2块相邻不同色，很明显呢，它的这个方法数在 k 个颜色之下，就是 k 乘上 k 减1嘛。如果只有2块的时候，那如果你 n 等于2带到我们预定要解的这个一般项，然后带定系数解这个系数的时候，那当然 n 等于2带进去的话，就变成这个阿尔法，再加上贝塔乘上 k 减1。的平方。好，我们来解这个联立哦，这叫第一式，这叫第二式。那我们其实只要第一式加第二式呢，阿尔法就消掉。那贝塔，你就会发现呢，这边2个相加起来之后，大家都有 k 减1，可以把它提出来。然后提出来之后，前面剩下1，后面剩下 k 减1，所以就剩下 k 了。好，是等于这个 k 乘上 k 减1。好，那你会发现呢，这边我们算出来贝塔就是谁？贝塔就是1。好，这边贝塔就是1，但我们这颜色呢，当然超过1种，所以呢，我们的贝塔。这是1，那带回去之后呢，就可以得到呢，阿尔法呢就是等于多少？阿尔法呢就是 k 减1。好，最后呢，我们再带回刚刚我们带定系数的这个一般式叫 star， 带回 star。好，最后呢，我们可以得到的结果，我把它写在这边，就可以得到呢，我们的 an 就是等于什么？等于呢，阿尔法是 k 减1，对不对？好 ，k 减1乘上负1的 n 次方，贝塔是1再加上 k 减1的 n 次方，所以呢，一样是满足什么？颜色减1的区域次方，再加上颜色减1再乘上负1的区域的次方哦。那一样呢是完成我们这个环状涂色相连不同色的一般化的一个公式，就长得像这样。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